Yo, welcome back. 今天這個畫面有點不一樣。這個主題是我們來試着把一些教學帶到琴上。其實是這樣子，就是很早之前，應該有些人有看過我早期的影片，是我會想要用文字的方式去跟你講，怎麼修好一個拾音器，或者是怎麼去拆解一把琴跟裝它的可變電阻等等的，用文字的方式。那後來其實也開始有很多人在敲碗說，像換弦啊，像 setting 啊這一些，其實我很避免，因為我不想要變成是因為我拍影片，所以我有比較大的話語權。那我影片裡面展示的調整過程或者是保養過程，就變成了觀眾心目中絕對的答案。這要怎麼講？其實所謂的調整跟保養，其實是很多技師他經驗上面的累積而得到的一套手法跟答案，所以每個人出來的手感跟方向都會有點不太一樣。那我其實不想要說因為我的方法而變成了就非得是這樣。那像眼前這把 Kramer 呢，是因為它的 NOT 上旋枕這個部分，它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包含了大窯也是要 follow 這件事的，所以我覺得拿來拍片我算是問心無愧，然後也不用擔心說給別的技師制造困擾，因為它本來就該是這樣。那這把琴就當做我們這個系列第一步吧。眼前這一支是 Kramer， 是一支我很喜歡的品牌。那這一把呢，其實跟 ESP 頗有淵源。那我也拍了一部長片，老實講是3部，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剪。那簡單講啦，這一支就是要換弦的啦。那我想說就趁機拍一下。那可以看到 Kramer 一個很經典的狀況。如果你按照一般的上弦方式，你會看到第一弦跑來這邊，因為它的頭是一個完全不合理的狀態。然後第二弦也是，你如果不讓它卡在 NOT 裡面，它也是這樣子的。第三弦也是，其實它完全是一個很瘋的一個結構。那老實講，用現在設計琴的科學角度來看，這個是完全不合理，也不該這樣的。如果你注意去看，像 PRS， 他們就會把琴頭上面的弦盡量都梳理到全部是直線，盡量要避免掉給上旋枕做任何的壓力。對，所以 Kramer 因為它是大窯為主，所以基本上比較不會遇到這個問題。這也是很多老師他們講的克拉瑪換弦很麻煩的一個原因，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很非主流的一個狀況。对，它是一個很瘋哦，這個設計，對，非常要命。那這個設計一樣會出現在 Jackson 身上、Charvel 身上，只要是那種大刀頭，然後這個已經拉到超過指板邊緣的，其實都會有這種狀況發生的。所以你注意看，他們都比較愛用 Locking NOT 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 Locking NOT 都金屬的嘛，所以比較沒有這個問題。好，那講到大窯呢，其實一般來講會有2個結構，像這把琴，它是很明顯的是琴頸向下彎這種 Fender 式的，那還有一種是琴頭斜着躺的，就像 Ibanez 那一種。那基本上這種 Fender 式的都會有這個叫做 tension bar。簡單的講，它的目的就是要幫每一根弦向下壓到足以讓這個上旋枕有好的接觸面。對，注意是接觸面。對，為什麼講接觸面？因為其實很多人會抱怨說我的大窯會一直走音，明明上面都鎖好，下面也鎖好了，可是其實他們常常忽略了裡面這一塊，它搞不好已經被弦割出了2條溝。那這2條溝呢，它就會導致沒辦法在上旋枕這邊把弦好好的咬緊，而且這個狀況很常發生，而且發生的原因往往是因為一開始它的弦的接觸面就不夠大。所以導致這個弦其實它會在搖作的過程中不斷的摩擦，然後把這一塊或者是下面旋枕槽這邊挖出一條溝來，然後直接的導致這個狀況越來越嚴重，然後到後面就是直接說我咬到緊了，結果上面還是可以調音。那一般來講就是他們已經不行了。所以如果你在換弦的過程中沒有顧慮到這一些細節的話，往往這一塊豆腐乾跟這一塊 Locking NOT 的底座都會變成消耗品。那以像我們眼前這一支為例呢，它是之前就有被我更新過的，所以狀況就是非常的 OK， 可以看到它只有壓下去的痕跡的。好，那要怎麼樣大家可以完整的接觸？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選這支 Kramer 來示範的原因。
因為它是典型的超級重災區。除了常見的這種懸跳出來的問題之外呢，它這個頭又是 Fender 式的這種下潛，而且下潛的角度還不小，所以你會看到，當我們這邊出旋下去之後，其實它並沒有完全的跟上旋枕的草貼合，有沒有？可以看到。然後再加上這邊的弦，每一條都是會跳出來的，所以這個時候 tension bar 就很重要。然後這個 tension bar 其實呢，比較新式的在這邊都會有一個螺絲帽的凹槽，那基本上不外乎就是要注意它有正反面之分。對，這個是我跟吉他師和 David 之後很常在吐槽的，就是很多人會把這個裝反。基本上稍微觀察一下就會知道它哪一邊是正面，哪一邊是反面。好，那我們在做這件事情之前，我們先把弦的張力都先放鬆，接着我们把螺絲套上去。第一顆螺絲，我們先讓它下去，接着第二顆螺絲。那可以看到，在我們的 tension bar 下去的時候，它這邊已經開始逐步的，已經也貼底了，但是還並沒有完全的貼。這個時候我們要再下去一點點。好，然後同理，細弦這邊也要再做一次一樣的動作，把它壓下去。只要看到這些弦有完全的貼底就 OK 了。然後每一條都要觀察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貼，像中間這個第4弦它就沒有貼，那我們要再下去一點點。好，這時候就幾乎已經貼底了。那你可以注意到，這個時候弦不但不會跳出來，然後反而還很服帖的在上旋枕槽裡面。這個時候你可以再稍微的施加一點壓力，就是調個音，然後可以再去驗證上旋枕高度。然後再加墊片或者是移除墊片的方式去調整你要的手感，那這個就是一個大窯換弦的一個很基本的概念。我覺得大窯的這一塊其實比起什麼窯座穩不穩、彈簧怎麼樣的，其實把這一塊做好，你的音準大概就可以改善了50%以上了。好，然後再來是這一塊它有一個三角形的結構，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是要讓它三角形的結構是斜下來的，就是它是一個房子是這樣子的，而不是這樣子的。對，可以看到它是一條直線，因為它這個其實就是左右弦的應力分散。好，那我們就這樣子兜進來。其實 Floyd Rose 的這個機構，只要你弄得好，其實超級耐用。以這支琴為例，它雖然上面的這一塊是被我換掉的，但其實也換了2-3年有了。然後中間我每個來我這邊玩的朋友都知道，這支就是被拿來用力亂玩的琴。那你可以看到剛剛的損耗幾乎是沒有。那底座還是原版的，這些都是原版的料，所以其實 Floyd Rose 只要你照顧得當，幾乎是不會有什麼損耗發生，然後音準還是很穩的。我相信對有來我這邊玩這一把的都有這個記憶吧。嘿，那到這邊之後呢，其實我蠻想要拿一個扭力計來看的，但是我一直找不到我滿意的大小。前陣子去 QAF 我有稍微看到有一攤有，但是它還沒有賣，因為我想要把這個測出來，真的是很難。我一般來講，我就是會到底之後再稍微扭一點點，不會特別大力，就是讓它有一個咬住的感覺，就 OK。對，但是其實我們現在還不用，因為我們還需要調音。那調音的部分，就以後有機會我們換到大窯的時候，我們再來逐步的聊好了。好啦，那今天這一部呢，是關於 Floyd Rose 的上旋枕在換弦這個角色中應該要注意的事情，以及 tension bar 的應用。對，你如果是琴頭後仰，然後沒有 tension bar 的，沒有到底怎麼辦？不要懷疑，是透過弦的圈數去改善的。那這個以後我們有機會也再來拍一部咯。OK，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這部影片希望你們看得喜歡，如果看得喜歡，請分享給你們朋友。那 See you next time。